唐代洛阳，香火鼎盛的兜率寺内，一位面容威严的龙天护法显圣，向一众在家修行的信众开示。他目光如电，声若洪钟，念佛修行不仅在寺庙，更在红尘家中。然而，不少人踏入修行之路，却因一些不经意的行为，致使功德难增反减。众人屏息凝神，只听龙天护法继续道：在家修行者有几件事万万不可为之。那是大唐贞观年间，洛阳城内的兜率寺因供奉龙天护法而闻名遐迩，寺内僧众虔诚，香火鼎盛，不少在家修行者也常来此礼佛。这一日正值初夏，朝阳初升，兜率寺内已聚集了不少信众，他们中有富商巨贾，也有平民百姓，大家都在静心念佛，祈求内心安宁与世间福报。寺中住持慧远法师年逾古稀，修行数十载，德高望重。他缓步走上法坛，向众人讲述在家修行的种种法要。众人听得专注，不时点头称是。就在此时，殿内忽起一阵清风，香炉中的檀香袅袅升腾，竟然形成了一道奇异的光芒。众人惊讶不已，只见那光芒渐渐凝聚，化作一位威严的神奇。龙天护法显圣了！有人惊呼道。只见那神奇身着金甲，面容肃穆，双目如电，气势不凡。他正是守护佛法的龙天护法。众人连忙跪拜，就连慧远法师也恭敬地合掌行礼。龙天护法慈悲，不知有何教诲？龙天护法目光扫过众人，声音洪亮：今日特来此地，是为了告诫在家修行的信众。众人闻言，更加恭敬地聆听。龙天护法继续道：修行之道，无论出家在家，皆需戒律森严。然出家人远离红尘，少有俗事干扰，而在家修行者身处凡尘，诱惑众多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前功尽弃。一位中年男子壮着胆子问道：请问护法，我等在家人如何才能安心修行，不失正道？龙天护法点了点头：善哉，此乃正问。在家修行，最重要的是持戒念佛，勿造恶业，多积善行。然而人在俗世，难免有所疏漏。我观察人间多年，发现许多在家修行者因某些行为，致使功德难增反减，甚至与佛缘渐远。众人听了不禁惊慌起来，生怕自己无意中犯了错。慧远法师见状，连忙问道：请护法明示，好让我等指导信众，避免误入歧途。龙天护法环视众人，正欲开口，忽然殿外走进一位年轻女子，面带愁容。她名叫李婉，是城中富商之女，近日因家中变故，前来寻求佛法指引。龙天护法目光落在李婉身上，道：你心有迷惑，不妨说来听听。李婉惊讶于神奇竟能洞察他的心思，连忙跪下道：敢问护法，我自幼信佛，一直在家念佛修行，但近来父母病重，家业衰败，我日夜诵经念佛，为何不见好转？是否我修行有误？龙天护法沉思片刻，问道：你平日如何修行？李婉回答：每日清晨，我必定沐浴更衣，于佛堂内诵经念佛，从不间断。家中设有佛龛，香火不绝。我也常向寺庙捐施，救济贫困。龙天护法点头道：这些都是善行。然而修行不仅在于形式，更在于心性。你可还记得3年前的一件事？李婉思索良久，忽然面色微变。3年前，家中请了一位老仆，他不慎打碎了家中祖传的玉器，父亲大怒，将他赶出家门。我当时，龙天护法接道：你当时虽有怜悯之心，却未曾劝阻，反而在心中暗自赞同父亲的决定，认为那老仆确实该罚。李婉惊讶不已：护法神通广大，竟知我心中所想。龙天护法摇头道：非是神通，而是因果显现。你表面行善，内心却时有不善之念。修行之道，外在行为固然重要，
内心清净更为关键。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无不深思。这时，一位年约60的老者站了出来，他名叫张守诚，是城中知名的善人，常年不失救济，口中常念阿弥陀佛。张守诚恭敬地问道：护法慈悲，我等在家人每日操劳，难以如寺中僧人般静心修行，不知在家念佛有何要诀？龙天护法欣慰地看着张守诚，你心地善良，乐善好施，此乃修行之基础。在家念佛最重要的是心口合一，言行一致。许多人口念佛号，心却散乱，有人表面慈悲，暗地却造作恶业，更有甚者以修行为名，行不善之事。张守诚连连点头，确实如此。我见过不少人口称信佛，却不持戒律，甚至以信佛为由做些迷信之事。龙天护法严肃道：正是，修行之道，贵在正信正行。邪师说法不可轻信，旁门左道不可沾染，假借佛法行骗世人，更是罪业深重。在场众人无不肃然起敬，感叹护法的智慧。就在此时，殿外走进一位中年男子，衣着华贵，却面带忧色。他是城中大户赵明远，近来家宅不宁，特来求解。赵明远向龙天护法行礼后问道：护法在上，我家世代信佛，佛堂香火不断，然近月来家中不宁，妻儿常生病痛，生意也每况愈下。我曾请道士看过，说是家宅有煞气，需要做法驱除，不知此言是否可信？龙天护法闻言，面色转沉：你口称信佛，却又请道士看宅，此乃信心不坚，摇摆不定。修行之人当一门深入，不可三心二意。至于你家近来不顺，恐与你自身行为有关。赵明远惶恐道：不知我做了何事，招致此般境况？龙天护法目光如炬：你可曾记得半年前，你为扩建宅院，强行收购邻居田地，导致一老妇无家可归？赵明远面色大变：这是意外，我后来给了赔偿。龙天护法摇头道：赔偿虽给，却是在众人逼迫下才为之，内心毫无悔意。修行之人不仅要行善，还要心存善念。你表面信佛，实则内心贪婪未改，如何能得佛法加持？赵明远听罢，惭愧难当，跪地叩首：护法明察秋毫，我确实心存不善，今后定当痛改前非，真心向善。龙天护法点头道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修行之道，重在改过，只要诚心悔过，重新行善，佛法慈悲，必有感应。众人听了这些教诲，都感到受益匪浅。这时，一位青年僧人善明走上前来，恭敬地问道：护法慈悲，我等僧人常劝在家信众念佛修行，却苦于无法时刻指导，不知护法可有简要法门，让在家修行者易于把握？龙天护法沉思片刻道：在家修行，首要在心，次在言行。心正则行正，行正则果正。然而世间诱惑众多，人心易被扰乱。我观人间修行者多有几种情况，致使功德难增。众人听闻此言，都竖起耳朵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善明进一步请教：不知是哪几种情况？若能明示，我等当广为宣传，指导信众。龙天护法正欲回答，却见殿外又走进几人，一位是城中大户李家的管事李福，一位是附近村庄的农妇王氏，还有一位是城中知名的医者钱济士。龙天护法看着新来的几人，道：你们有缘到此，正好一起听听。李福上前行礼道：小人久闻护法神威，今得一见，实乃荣幸。小人带家主前来捐献香火钱，望佛祖保佑我家主人身体康健，生意兴隆。龙天护法看了他一眼，道：捐献香火本是善举，然而你家主人可知，
他的财富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？李福顿时面色难看。龙天护法继续道：信佛修行，不在于烧多少香，捐多少钱，而在于内心是否清净，行为是否端正。若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，再拿出一部分捐献，这不是在积德，而是在自欺欺人。李福惭愧地低下了头。龙天护法又看向那位农妇王氏：你有何事？王氏磕了个头，道：小妇人家中有病人，听说念佛可以消灾延寿，特来学习。龙天护法点头道：念佛确实有消业障、增福报的功效，但切记，这不是交易，不是说念几声佛号就能立刻得到回报。修行是长久之事，需要持之以恒，真心实意。王氏连连点头，小妇人谨记护法教诲。最后，龙天护法看向医者钱济世：你呢？为何而来？钱济世恭敬道：在下行医多年，救人无数，然近来常思生死大事，欲寻佛法解脱之道。龙天护法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医者仁心，本就是行善积德，然而修行不仅在于救人治病，更在于内心的觉悟与提升。你可知真正的解脱是什么？钱济世思索片刻，答道：解脱烦恼，超脱生死。龙天护法笑道：说得不错，但仍嫌肤浅。真正的解脱是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了知因果报应的规律，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保持正念，不为外境所动，不为情绪所左右。在家修行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修出这种境界。钱济世恍然大悟，多谢护法指点。慧远法师见众人都得到了指点，便再次向龙天护法请教：护法慈悲，能否为在家修行者指点一条明确的路径？龙天护法环视众人，郑重道：在家修行，首要持戒念佛。持戒是基础，念佛是方法。持戒能断恶缘，念佛能结善缘。但要注意，修行路上有诸多陷阱，稍有不慎，便会误入歧途。众人听得更加专注，都想知道这些陷阱是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天色忽变，殿内光线忽明忽暗，龙天护法身上的光芒也变得更加强烈。时辰已到，我不能久留人间。龙天护法的声音变得更加威严。今日我将传授你们在家修行的几条重要禁忌，务必谨记。众人屏息凝神，生怕错过这难得的教诲。龙天护法神色凝重，双眼中闪烁一光，他环视殿中众人，沉声道：念佛修行者在家中，需谨记7条禁忌，违背1条，功德减半；违背3条，与佛缘断；违背5条，轮回难脱。若全数违背，不仅今生无望，来世更难再入佛门。说到此处，他双手合十，语气转为悲悯。现在明白这些禁忌，改过还不迟。接下来，龙天护法道出了足以震撼在场所有修行者的禁忌真相。第1条禁忌：口念佛号，心存邪念。龙天护法威严地宣布，声音在殿内回荡，众人不禁一震，有些惶恐地低下了头。龙天护法继续解释，许多人表面上念诵佛号，内心却充满贪嗔痴。有人念佛是为了祈求财富，有人念佛是为了祈求长寿，还有人念佛是为了祈求报复他人。这些都是邪念，与佛法背道而驰。真正的念佛应当心口一致，念念相续，不求名利，不为私欲。在场众人无不深思。李婉想到自己常因家业而忧虑，赵明远想到自己求神拜佛只为生意兴隆，而李福则为家主的行为感到汗颜。龙天护法看出众人的心思，温和地说：不必过于自责，初学者难免有杂念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努力改正。修行是个渐进的过程，有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只要心存向善之念，佛祖必有感应。众人闻言，心中稍安。第2条禁忌：造像供佛，却不敬重。
龙天护法严肃地说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龙天护法解释道，很多人家中供奉佛像，却不知如何恭敬对待，有的将佛像随意摆放，有的在佛像前谈论世俗琐事，更有甚者在佛像前饮酒食肉，这些行为都是对佛法的不敬。佛像代表着佛陀的智慧与慈悲，应当恭敬供养，保持清净。王氏突然想起自己家中的佛像就摆在厨房里，常有油烟熏染，不由得面露愧色。龙天护法看着王氏，慈祥地说，回去后可将佛像请到清净之处，诚心礼敬，定会有不同的感应。王氏连连称是，感激不已。第3条禁忌，结交恶友，行为不端。龙天护法的声音变得更加严肃，众人都竖起耳朵，认真聆听。龙天护法解释道，修行之人应当择善而交，远离恶友。所谓恶友，不仅指那些明显作恶的人，还包括那些表面善良，实则心怀不轨的人。他们可能引导你偏离正道，甚至陷入邪途。此外，修行者自身的行为也要端正，不可口念佛号，行为却与佛法相悖。赵明远想到自己为了生意，常与一些品行不端的商人来往，不由得汗颜。龙天护法看着赵明远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商人逐利，本无可厚非，但若为利益而不择手段，与奸商狼狈为奸，那就与修行之道背道而驰了。赵明远惭愧地低下头，暗自决定今后改过自新。第4条禁忌，迷信盲从，不辨是非。龙天护法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，众人有些不解，难道信佛也会迷信吗？龙天护法解释道，佛法重视智慧与觉悟，而非盲目崇拜。有些人不了解佛法真意，却盲目跟从一些所谓的高人或大师，被骗财骗色而不自知。更有甚者，将一些民间迷信与佛法混为一谈，求神问卜、算命看相，这些都与正信佛法相去甚远。钱济世想到城中确实有不少假借佛法之名行骗的人，不由得点了点头。龙天护法看着钱济世，赞许地说，医者明辨病症，修行者辨别邪正，只有具备正确的见解，才能走上正确的修行之路。钱济世恭敬的行礼，表示谨记教诲。第5条禁忌，执着形式，忽略实质。龙天护法的声音变得深沉，众人更加专注地聆听。龙天护法解释道，有些人过分注重修行的外在形式，如念多少遍佛号，烧多少支香，捐多少钱财，却忽略了修行的实质，内心的净化与提升。佛法修行重在心性的转变，而非外在的仪式。一个真正的修行者，即使不念佛号，不烧香拜佛，但若内心清净，行为端正，也是在修行。李福想到自己常代家主捐献大量香火钱，却从未关注过内心的修养，不由得深感惭愧。龙天护法看着李福，慈悲地说，捐献香火本是功德，但若只是为了表面功夫，内心毫无真诚，那就失去了意义。真正的供养是发自内心的恭敬与感恩。李福连连点头，表示理解。第6条禁忌，轻视因果，肆意妄为。龙天护法的声音变得震撼人心，殿内鸦雀无声，众人都屏息凝神。龙天护法解释道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有些人口念佛号，却不相信因果，认为做了坏事只要念佛就能消业，这是大错特错。佛法讲究自作自受，今生所做必有果报，即使是出家高僧，若造恶业也逃不过因果。在家修行者更应谨慎，不可轻视因果，肆意妄为。在场众人无不动容，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龙天护法看着众人的反应，严肃地说，因果报应或早或晚，但绝不会无故消失，唯有真心忏悔，并实际行动改过自新，才有可能减轻业报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表示铭记于心。
第7条禁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，狂妄自大，轻视他人。龙天护法的声音变得异常严厉，整个大殿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氛围。龙天护法解释道，修行之人应当谦卑虚心，尊重一切众生。有些人稍有修行，便目中无人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。更有甚者，以修行者的身份欺骗他人，甚至作恶害人。这样的人，无论念多少佛号，都与佛法背道而驰。佛陀教导我们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慈悲为怀，不可狂妄自大。众人听罢，都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，每个人都在反思自己是否有过这样的心态。龙天护法环视众人，语重心长地说，这7条禁忌是我观察人间多年总结出来的，违背1条，功德减半；违背3条，与佛缘断；违背5条，轮回难脱。若全数违背，不仅今生无望，来世更难再入佛门。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，在众人心中激起巨大波澜。龙天护法见众人面露惊恐，语气稍缓，不必惊慌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现在改过，还为时不晚。众人闻言，心中稍安，但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。龙天护法又道，除了这7条禁忌，在家修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则，在家尽孝，处事尽责。有些人以修行为名，逃避家庭责任；有人以念佛为由，忽略工作职责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在家修行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修行，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慧远法师听罢，恭敬地问道，护法慈悲，如此看来，在家修行与出家修行各有难处？龙天护法点头道，正是如此。出家修行远离尘嚣，少有诱惑，但也容易落入枯坐空修的误区。在家修行虽有诸多俗物缠身，但若能在生活中修行，反而更容易体悟佛法真谛。所谓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众人听罢，都若有所思。这时，一位年轻人站了出来，他是城中富商的儿子林子明，平日里也信佛念经，但总觉得无甚效果。林子明恭敬地问道，护法在上，弟子平日也诵经念佛，但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应，不知是何原因。龙天护法看着林子明，问道，你为何念佛？林子明想了想，答道，为求平安，为求功名，也为求内心安宁。龙天护法摇头道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念佛不是交易，不是说你念了多少佛号，佛祖就必须给你多少回报。真正的念佛是对佛法的信仰与实践，是内心的觉悟与提升。你若抱着功利的心态去念佛，自然难有感应。林子明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弟子受教了。龙天护法又道，此外，念佛还需要持之以恒。有些人10念10错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这样自然难有成效。要知道，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唯有坚持不懈，才能有所成就。众人听罢，都深感惭愧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有3分钟热度的毛病。龙天护法看出众人的心思，安慰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关键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努力改正。修行之路本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。这时，一位老者颤巍巍地走上前来，他是城中的孤寡老人张德，一生坎坷，晚年信佛念经，希望来世能有个好归宿。张德恭敬地问道，护法慈悲，老朽一生坎坷，现已年迈，恐怕来不及修行，不知是否还有希望？龙天护法和蔼地说，年龄不是问题，心态才是关键。有人修行数十年，却因心不正而无所成就；有人虽晚年才开始修行，但因心诚意正，反而很快有所成就。佛法平等，不分老幼贵贱，只要你有真诚的心，就一定会有感应。张德听罢，老泪纵横，
多谢护法指点，老朽定当精进修行，不负此生。龙天护法欣慰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对众人说，时间有限，我不能久留人间。最后我再强调一点，在家修行最重要的是心正行端，心正则念头清净，行端则不造恶业。能做到这2点，即使不终日念佛，也是在修行。慧远法师代表众人向龙天护法致谢，多谢护法慈悲开示，我等必将谨记教诲，精进修行。龙天护法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身上的光芒开始变得更加强烈。就在他即将离去的那一刻，他又说了最后一句话，记住，修行不在形式，而在心性。愿你们都能找到正确的修行之路，早日觉悟。说完这句话，龙天护法化作一道金光，消失在众人眼前。殿内众人久久不能平静，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的修行之路是否正确，是否违背了龙天护法所说的7条禁忌。从那以后，兜率寺的香火更加旺盛，但来寺中的信众不再只是为了求神拜佛，更多的是为了学习佛法真谛，改进自己的修行方法。慧远法师将龙天护法的教诲编写成册，名为《在家修行要诀》，广为流传。许多在家修行者通过这本书，明白了自己修行中的错误，开始走上正确的修行之路。李婉听取了龙天护法的教诲后，回家照顾病重的父母，不再只是一味念佛祈福，而是真心实意地照料二老，同时广行善事。奇迹般的，他父母的病情开始好转，家业也渐渐恢复。赵明远痛改前非，主动找到当初被他强行收购田地的老妇，不仅归还了田地，还为他修建了新居。他在生意上也开始秉持诚信原则，不再与奸商往来。虽然短期内收益减少，但却赢得了良好的名声，长期来看反而使生意更加兴隆。前继是在行医之余，开始深入研究佛法，并将佛法的慈悲理念融入医术中。他不再只注重病人的身体，更关注病人的心灵。他常说，治病先治心，心安体亦安。在他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医者开始关注医德和病人的心理健康。林子明改变了念佛的心态，不再为求功名利禄而念佛，而是为了净化心灵，提升自我。他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，待人真诚，处事公正。不久后，他在科举中高中成为了一名正直清廉的官员。张德虽年迈体衰，但精神矍铄，每日在家诵经念佛，心无旁骛。他将自己积攒的一点积蓄捐给了寺庙，用于救济贫困。寺中僧人感念他的善行，经常前去看望，为他讲解佛法。张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内心无比安宁，面带微笑，安详离世。王氏回家后，立即将佛像请到了干净整洁的房间，每日恭敬供奉。他不再盲目迷信，而是开始学习佛法的真谛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全村的妇女们也开始学习佛法，村子里的风气变得更加祥和。李福回去后，向家主如实转达了龙天护法的教诲。出乎他的意料，家主非但没有责怪他，反而深受触动，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从此，李家的生意开始走上正道，不再欺诈顾客，反而以诚信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更多客户。这一切变化都源于龙天护法的那次开示。人们开始明白，在家修行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心性的转变和行为的改善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内心的修养，而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。10年后的一个夏日，兜率寺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，龙天护法再次显圣。这一次，他看到的是一个焕然一新的社区，人们互相尊重，乐于助人，商人诚信经营，不再欺诈，官员清正廉明，为民请命，医者仁心仁术，救死扶伤，农民勤劳善良，和睦相处。龙天护法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对已经年过80的慧远法师说，
你做得很好，将我的教诲广为传播，帮助了无数在家修行者走上正确的道路。慧远法师恭敬地回答，这一切都是护法的功劳，您的教诲如明灯，照亮了众生的修行之路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